楠楠，你的脸怎么了？妈妈，你终于回来了。告诉妈妈，谁打的？胖哥哥抢我的彩笔，那是妈妈给我买的新彩笔，我不想给他，奶奶就打了我一巴掌，说我不懂事、小气、自私，不知道让着客人弟弟。楠楠，你先靠在这里，妈妈马上回来。王翠花，你凭什么打我女儿？不就是轻轻打了一个巴掌吗？多大点事儿，我还打不得了？那套彩笔是我儿子张建国买的，花的是我们老张家的钱。宝儿是客人，年纪小不懂事儿，想玩一下怎么了？就你女儿金贵，一点都不大方，小年纪就抠门扫兴，都是你教出来的毛病。行了行了，闹够了没有？我今天安安稳稳复习了一整天，脑子早就累得发胀。娇娇他们母女坐了一天火车，一路颠簸劳累，到现在滴水未进，一口饭都没吃。你晚上带回来的烧鹅，赶紧拿去加热，再顺手炒2个热菜，快点做饭开饭。娇娇身体一直虚弱，一路奔波伤了身子，你记得再单独炖一锅排骨汤，好好给她补补气血。我叫苏青，靠卤味铺子养着我那还没上岸的老公，以及体弱多病的婆婆。苏老板，切半斤猪头肉，肥瘦相间的，再来2根鸭脖，多淋点秘制卤汁啊。好嘞，马上就好。晴晴，我刚看中了一套省考的冲刺密卷和配套网课，全套下来要1200。妈这个月的风湿贴膏也用完了，膝盖又开始疼了，你转2000块钱过来吧。昨天不是刚给了你500零花钱吗？店里这2天要大批量进货，卤料、肉类都要囤，资金真的有点紧，能不能先少转点儿？你是不是心里在怪我这几年没往家里拿钱？我脱产考编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以后能让咱们家跨越阶层，不用再窝在老破小里受苦。等我考上编制，端上铁饭碗，你还用得着天天在菜市场烟熏火燎、抛头露面遭人闲话？不肯给就算了，我去找别人借，不用你为难。我以为每一次妥协会让建国多念我的好，却没想到换来的是一家人对我的围猎。哎呦，我的乖宝，慢点跳，别摔着，先喝口水缓缓，玩累了咱再歇着。妈，家里来客了。嫂子回来了呀，我刚才给宝儿洗澡，衣服不小心弄湿了，没衣服换。建国哥看我狼狈，就让我先拿嫂子这件睡衣临时换上。嫂子这么大方善良，肯定不会介意的吧？建国哥，晴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家姑奶奶那边的远房表妹林娇娇，这是她儿子宝儿。娇娇命苦，前2年男人出意外走了，孤儿寡母2个人在老家无依无靠，处处受亲戚邻里欺负。宝儿从小体弱，还有哮喘，老家医疗条件差，我就索性让他们娘俩来城里看病，暂时先住在咱们家，方便照应。家里就区2室1厅，空间本来就不够用，妈一个人睡次卧刚刚好。楠楠都快6岁了，一直跟我们挤在主卧，连张单独的小床都没有，他们母子俩住哪里？你嚷嚷什么？一进门就拉长个脸，大吵大闹的，给谁看脸色呢？家里来客人了，一点待客的规矩都没有，越来越不懂事。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娇娇身子弱，宝儿还生病需要照看，晚上娇娇和宝儿就跟我睡次卧。我这一把老骨头，夜里醒得勤，更好能帮着照看宝儿。
方便照顾孩子。那怎么行？次卧的床本来就小，勉强睡您一个人。楠楠都快6岁了，一直跟我们挤在主卧，连张单独的小床都没有。他们母子俩住哪里？你这女人就是格局小，不懂事儿，斤斤计较。那也简单，楠楠那个丫头片子年纪小不娇气，以后就让她睡客厅的折叠床。让楠楠睡客厅？妈，客厅晚上穿堂风特别大，夜里温度低，风直往屋里灌。楠楠才5岁半，年纪那么小，抵抗力差，怎么能睡客厅？好了，青青，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了？妈这么安排都是深思熟虑的，有什么错？我马上就要参加省考了，正是最关键的冲刺阶段，晚上必须要有绝对安静的环境复习休息。楠楠睡觉向来不老实，夜里总踢被子，翻身吵闹，严重影响我的睡眠和复习状态。让她睡客厅，一来不打扰我备考，二来也能借这个机会好好锻炼一下她的独立能力，对她也是好事。建国哥，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该贸然来城里打扰你们一家人的生活，害得嫂子生气，家里吵架。我现在就带着宝宝走，实在不行我们去睡大街，绝不拖累你们。娇娇，你别哭，你别怕。楠楠呢？我女儿在哪儿？在阳台写作业呢，乖乖的没闹。王翠花，你凭什么打我女儿？不就是轻轻打了一个巴掌吗？多大点事儿，我还打不得了？行了行了，闹够了没有？快点做饭开饭。娇娇身体一直虚弱，一路奔波伤了身子，你记得再单独炖一锅排骨汤，好好给她补补气血。张建国，你说他一路奔波伤了身子，他虚弱。我整天没日没夜的照顾你们，照顾这个家，我任劳任怨，结果换来的是什么呢？楠楠可是你的女儿啊！你们就这样对她？不就平常做做家务吗？给自己说的那么清高。哼，我要不是需要考试，这个家我肯定照顾的比你好，也不至于现在还挤在这个老破小里。对呀，我儿子可是知识分子，等他考上了，你那个破店都关上吧，整天抛头露面算什么样子？在家相夫教子多好。破店，要不是这家店苦苦支撑，咱们一家人哪有安稳日子过？我掏心掏肺对待这个家，到头来竟成了你们眼中上不得台面的人。好了，苏青，今天娇娇也在这里，我也不想跟你吵什么，最后还让邻居看笑话。你要是再无理取闹，觉得委屈了，那就只能离婚了。我一心为了这个家打拼备考，你却处处找茬，这样的日子我过不下去。妈，建国，别生气，店里太忙，累昏头了，我去做饭。赶紧去，这么晚回来想饿死我们啊？嫂子，嫂子，你别生建国哥的气，他不是故意凶你的，他就是心疼我。其实建国哥从小就这样，见不得我受半点委屈。当年在老家的时候，不管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永远第一个先塞给我，处处护着我。你要是实在看我不顺眼，我明天一早就带着宝宝走，去睡桥洞，睡马路都无所谓，绝不让你跟建国哥因为我吵架，影响你们夫妻感情。表妹说笑了，既然建国让你留下，你就安心住着，不用多想。那我就不打扰嫂子忙活了，我去客厅歇着，厨房油烟这么大，可别弄脏了你的睡衣呀。对了，嫂子，我家宝儿嘴刁，就爱吃糖醋小排。建国哥以前总说，嫂子你做的糖醋小排最好吃，最入味儿。麻烦嫂子今天多放点糖，宝儿爱吃甜口的。娇娇，你也多吃，看你瘦的，这几年在乡下没人疼没人护，真是受苦了。
你干什么打孩子？我教育我亲孙女儿，怎么了？轮得到你插嘴？苏青，你能不能懂事点，管管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吵得人心烦意乱，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顿饭了？娇娇母子今天刚过来，一路奔波受累，你非要当着客人的面闹脸色，找不痛快是吧？楠楠不哭，咱们不吃肉，妈妈喂你吃鸡蛋，乖乖吃饭。建国，这是你最爱吃的老醋菠菜花生米，我特意多放了点陈醋，解腻开胃，你尝尝。苏青，你是不是瞎了心了？你安的什么心？你不知道建国对花生严重过敏吗？一粒都碰不得，吃一颗就浑身起满红疹子，严重了喉咙发肿，喘不上气，是要出人命的。你是想害死我儿子啊？妈，不可能啊！建国从来不对花生过敏，以前我卤味店的花生米、凉拌花生，他次次都吃，从来没出过事儿。那能一样吗？以前的都提前挑干净了。我最近体质变了，突然对花生过敏了，碰不得，赶紧端走端走，别摆在桌上。看来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快端走，赶紧把这盘菜端远。宝儿也不能碰花生，他也是严重过敏体质，沾一点点花生，闻一点点味道都不行，是要出大事要人命的。哎呦，我的乖侄孙，没碰到吧？有没有沾到？可千万别出事儿！苏青，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丧门星，赶紧把这盘破菜给我倒掉！要是我宝贝乖宝出一点事儿，我跟你没完！张建国常年不过敏的花生，如今突然变成了致命禁忌。这个宝儿竟然和他有着一模一样的过敏源，太奇怪了。还有方才王翠花又慌忙改口的乖孙，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他们一来这家人就奇奇怪怪的？不行，我一定要调查清楚。娇娇你也多吃，看你瘦的，这几年在乡下没人疼没人护，真是受苦了。吃那么多干什么？女孩子家家的，吃胖了丑死了，以后谁要你？不许吃肉，赶紧吃你的青菜。妈，你干什么打孩子？我教育我亲孙女儿，怎么了？轮得到你插嘴？苏青，你能不能懂事点，管管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吵得人心烦意乱，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顿饭了？娇娇母子今天刚过来，一路奔波受累，你非要当着客人的面闹脸色，找不痛快是吧？楠楠不哭，咱们不吃肉，妈妈喂你吃鸡蛋，乖乖吃饭。建国，这是你最爱吃的老醋菠菜花生米，我特意多放了点陈醋，解腻开胃，你尝尝。苏青，你是不是瞎了心了？你安的什么心？你不知道建国对花生严重过敏吗？一粒都碰不得，吃一颗就浑身起满红疹子，严重了喉咙发肿，喘不上气，是要出人命的。你是想害死我儿子啊？妈，不可能啊！建国从来不对花生过敏，以前我卤味店的花生米、凉拌花生，他次次都吃，从来没出过事儿。那能一样吗？以前的都提前挑干净了。我最近体质变了，突然对花生过敏了，碰不得，赶紧端走端走，别摆在桌上。看来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快端走，赶紧把这盘菜端远。宝儿也不能碰花生，他也是严重过敏体质，沾一点点花生，闻一点点味道都不行，是要出大事要人命的。哎呦，我的乖侄孙，没碰到吧？有没有沾到？可千万别出事儿！苏青，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丧门星，赶紧把这盘破菜给我倒掉！要是我宝贝乖宝出一点事儿，我跟你没完！张建国常年不过敏的花生，如今突然变成了致命禁忌。这个宝儿竟然和他有着一模一样的过敏源，
太奇怪了。还有方才王翠花又慌忙改口的乖孙，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他们一来这家人就奇奇怪怪的？不行，我一定要调查清楚。他们俩不会是……不，一定是我想多了。你看什么看？眼睛瞪那么大想吃人啊？我就是有点纳闷儿，宝儿这过敏的毛病怎么跟建国一模一样？也太巧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巧什么巧？纯属没事找事儿。娇娇是建国没出五福的亲表妹，往上数3代都是同一个祖宗，一家子血亲，身上带点一样的遗传病，小毛病再正常不过了。你个高中都没读完，没半点文化的市井女人，懂个屁的遗传学、血亲规律。别一天天净用你那点市侩心思瞎揣测，赶紧把这盘扫把青菜端去倒了，看着就晦气。苏晴，你今天从头到尾就不对劲儿。自从娇娇进门，就全程阴阳怪气，处处针对，脸色就没好看过。我知道你心里嫌弃他们孤儿寡母，觉得人家来咱们家吃白饭占你便宜，但你就算再不满，也不用拿出这种毫无常识、荒唐至极的借口来刻意找茬吧？你现在是不是连我的人品、我的为人都要怀疑了？我天天关在闷热的房间里，没日没夜背书刷题，熬得神经衰弱，头发一把一把的掉，承受的压力谁能懂？我这么拼，这么熬，为的是谁？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倒好，天天在家里给我上演后宫勾心斗角，处处猜忌，事事计较，刻意搅和家里的气氛，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没有，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建国妈，是我没文化，眼界窄，是我说错话了，我不该胡乱猜疑。嫂子，早啊！嫂子，你买的那套水乳面霜还挺好用的，就是质地有点黏糊。我昨晚洗完澡脸太干了，就顺手借用了一下。你不会心疼，不会生气吧？没事儿，你用吧。那就谢谢嫂子啦，嫂子人真好，最是大方善良。哎呀，大清早就吃这么素淡啊！我家宝儿身子弱，从小底子差，医生特意叮嘱过，必须多吃高蛋白、有营养的东西，要吃海参、燕窝滋补身体才行。这种寡淡的白粥，他根本咽不下去，吃了也没营养。说的没错，我乖宝儿大老远辛辛苦苦来城里，身子本来就弱，怎么能天天跟着我们吃糠咽菜，受这种委屈？苏青，拿3000块钱出来，吃完早饭我就带娇娇和宝儿去大商场逛逛。就是，娇娇现在身上一件能出门见人的体面衣服都没有，宝儿也得买点进口奶粉、营养品补身体，这钱必须花。3000，妈，我真的没钱了。昨天刚给建国转了2000块，店里明天就要结上个月的尾款，楠楠下个月的幼小衔接班，我现在就剩几百块流动资金，还要撑着店里周转，真的拿不出3000块。放屁，纯属胡说八道。你那个卤味店天天门口排队，生意火爆，日进斗金的，你会没钱？我看你就是故意藏私，防着我们老张家的人。就是，你就是把钱死死抠在自己手里，自私自利，连亲戚的救命钱、养身体的钱都不肯出，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就是，妈，我真没有藏钱，店里周转真的紧张。大清早的吵什么吵？没完没了了是吧？建国，你快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儿，娇娇母子俩无依无靠，可怜兮兮的。我就想给娇娇买2件像样的换洗衣服，给宝儿补身体，她都一毛不拔。苏晴，在你眼里，钱就比亲情重要是吧？行，既然你这么看重钱，不肯为家里为亲戚花1分钱，那这书我也不用读了。我不考了，我今天就去找活干，
去工地搬砖，去天桥底下给人擦皮鞋，我自己赚钱养我表妹和宝儿，不用你1分钱。这个家我也不待了，省得惹你不痛快。建国，你千万别冲动。这5年来，我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唯一的盼头就是供张建国可以成功考上，让这个家翻身变好。我给还不行吗？我现在就去跟隔壁摊位的张婶借，我一定凑够3000块转给妈。你别赌气，别放弃考试，你好好看书备考，好不好？这可是你自己自愿的，别回头又到处说我逼你、压榨你。赶紧把早饭端上来，我还要刷题做2套卷子，没时间跟你耗着。好，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苏老板，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没事儿，就是昨晚没睡好，有点累。还是老规矩，半斤酱牛肉，多带点牛筋，是吧？苏老板，不是哥多嘴数落你，女人过日子首先得对自己好点，别一辈子围着男人、围着家庭转，把自己熬得人不人鬼不鬼。今天大清早，我路过你们小区公园，亲眼看见你那个天天在家备考的老公，陪着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个小男孩在公园玩滑梯，那模样，那热乎劲儿，又是陪玩又是递水的，温柔体贴的不像话。不知道的外人看了，妥妥的一家3口恩爱的很。你自己多留个心眼儿，别太实诚了。赵哥，你别瞎说，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建国的远房表妹，命苦，刚没了丈夫，来城里看病落脚。建国心软，人善良，看他们孤儿寡母可怜，就顺路带他们出去转转，散散心。他不是那种乱来的人，我信他。张婶儿，那个能不能先借我2000块钱周转一下？明天我结了上个月的压货尾款，第一时间就还你，绝不拖欠。青青啊，不是婶子狠心不帮你，是婶儿真的替你不值啊！你这卤味摊生意红火，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一天辛辛苦苦挣多少，整条街的人都看在眼里。可你老公呢，天天待在家里舒舒服服当大少爷，十指不沾阳春水。如今家里又凭空多了2张吃白饭的嘴，就算你挣下一座金山，也经不住他们这么挥霍糟蹋。建国他是在专心复习考编，压力大，不能分心。等他考上铁饭碗，一切就都好了，以后就轻松了。你呀，你就是太傻，太贤惠过头了，拿去用吧。婶子也不多说，你自己心里有数。女人这辈子最傻的就是把婆家一家人当祖宗供着，到头来人家未必把你当自家人。谢谢。哎呦，我的娇娇可真好看，穿上这一身，活脱脱就是城里娇养的大小姐，洋气又体面。建国，你快过来看看，你表妹这身多漂亮！还行，挺合身的，很衬你。我回来了。嫂子，今天多亏建国哥给的钱够宽裕，我也不能只顾着自己添置东西，我特意给你挑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喜不喜欢？这是给我穿的。
怎么，娇娇好心好意花钱给你买衣服，你还敢嫌弃摆臭脸？你天天在菜市场跟猪下水、卤油烟灰打交道，整日满身油污，穿那么好看给谁看？浪费好衣服，能有件新衣服遮体就该感恩戴德了，还敢挑三拣四。苏青，别无理取闹，娇娇也是一片好心，特意想着你，你平日里本来就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给你买太贵的衣服也是白白浪费，赶紧收起来，去厨房做饭。建国哥，对不起，我有点撑不住了。可我那张木板床实在太硬太硌人，夜里翻身都疼。宝儿年纪小，睡觉前一翻身就被硌醒，一晚上断断续续睡不踏实，总哭闹。我也腰酸背痛的，浑身难受，这可怎么办呀？那怎么行？我乖宝身子本来就弱，好不容易来城里养身体，再睡硬床熬坏了身子，那还得了？苏青，你和建国主卧那张乳胶床垫软和舒服，最养人。你现在就去把你们屋的床垫拆下来，搬到客卧，给娇娇和宝儿睡。妈，那床垫又大又重，我一个人根本搬不动，而且那是我们婚房的床垫。不用搬那么麻烦，多费事啊。建国哥，你每天晚上都要在客厅熬夜复习刷题，忙到大半夜。主卧空着也是空着，嫂子一个人睡那么大的房间，也孤单冷清。不如这样好了，嫂子带着楠楠搬去客卧睡，我和宝儿暂住主卧。反正我就借住短短几天，等宝儿身体调理好了，我们马上就走，绝不打扰你们。不行，绝对不行！那是我的房间，是我和建国的主卧，我不同意，说什么都不同意。娇娇和宝儿体弱多病，身世可怜，本来就寄人篱下，受尽委屈。你作为大嫂谦让一下怎么了？非要显得自己尖酸刻薄、小肚鸡肠你才满意？建国，我们是夫妻啊，天底下哪有逼着自己老婆搬出主卧给别的女人腾地方的道理？你就半点都不考虑我的脸面吗？少跟我扯这些老旧封建糟粕。我张建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读书人，在我眼里，只有体恤弱小、帮扶亲人，没有什么主卧次卧的破规矩。今天你要么乖乖搬去客卧，要么你就带着你这点狭隘的小肚心肠，滚回你的卤味店睡，别在家里惹人厌烦。他昨晚根本没有在客厅沙发过夜，也没有熬夜看书刷题。
如果只是单纯帮忙照看孩子，孤男寡女的贴身衣物为什么会紧紧缠绕在一起？他们不会的，建国一定不会背叛我的。哎呦，我的乖宝儿，可算没事了。都说恢复的挺好，可吓死奶奶了。张建国，你昨天晚上到底在哪儿睡的？为什么我收拾主卧的时候，你的衣服和林娇娇的衣服会在一起？嫂子，你怎么能随便翻我的私人物品啊？嫂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居然怀疑我和建国哥？我们清清白白，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们？放屁！既然是你的东西，那建国的贴身背心为什么也在枕头底下缠在一起？你告诉我！你吼什么吼？瞎口疯了没有？苏晴，你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龌龊肮脏的东西？昨晚凌晨3点，宝儿突然哮喘发作，咳得喘不上气儿，小脸都憋紫了。娇娇一个女人根本抱不住，哄不好，急得哭着敲门喊我进去帮忙。我当时心急如焚，满脑子只想着救孩子，冲进房间给孩子拍背顺气，热得出汗，随手就把背心脱了扔在一旁。我哪里记得扔在了什么地方？后来熬到后半夜，我累得眼皮都睁不开，就靠在床沿上眯了片刻休息。我自问坦坦荡荡，问心无愧。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拿这种污秽不堪的揣测来泼我和娇娇的脏水，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撒谎！如果你真的在沙发过夜，为什么沙发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一片冰凉，根本没有动过的痕迹？你的书一页都没翻过。你个不要脸的丧门星，自己肚子不争气，生不出儿子，这辈子就这点出息，见不得别人圆满是吧？娇娇一个清清白白的寡妇，无依无靠投奔我们，心地善良，老实本分，你居然凭空捏造这种肮脏丑闻，往她身上泼脏水，你是要活活逼死我们可怜的娇娇是不是？我们老张家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才娶了你这么个心胸狭隘、没教养的泼妇？既然嫂子这么容不下我，认定我不清不白，我活着也是惹人嫌弃。我不如现在就带着宝儿从6楼跳下去，以此还清我的清白。娇娇，别做傻事儿，千万别动！苏晴，我真是彻底受够你了，受够了你这种市井女人的狭隘多疑、斤斤计较、低级龌龊的心思。既然你从头到尾都不信我，不信我的人品，非要无理取闹、胡搅蛮缠，那这日子也没必要继续过下去。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民政局离婚。离婚？妈妈，真的是我错了吗？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常年在鱼龙混杂的菜市场，看多了烟撒市，才把人心想脏了？建国，别离婚，是我错了，我不该乱翻东西，是我脑子不清醒，心眼狭隘，是我胡乱猜疑，错怪你们了。你别跟我离婚好不好？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你胡乱猜测、肆意污蔑的人，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是娇娇。对不起，表妹，是我瞎了眼，心思龌龊，无端误会了你和建国，是我不对，你别往心里去，也别想着走，是我错怪你们了。行了行了，别杵在这儿碍眼败兴了，还不快滚去厨房做饭！一大家子人都饿了，你是想活活饿死我们宝儿是不是？娇娇，别哭了，受委屈了。一会儿我带你出去，买只你最爱吃的烤鸭，给你压压惊。今天是楠楠在幼儿园得小红花的日子，买个蛋糕奖励一下楠楠吧，她看到肯定会高兴的。你好，女士。我想要一个草莓蛋糕，现在还有吗？有的，您稍等，我拿给你。
收款到账30元。你个小丧门星，反了你了，连你表姑都敢推。楠楠，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妈妈，宝儿抢我的画笔，那是爸爸以前给我买的，我不给他，他就咬我。我没有推表姑，是表姑自己摔倒的。建国，你瞎了吗？你没看到楠楠手上的伤？嫂子，你别冲建国哥发火，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宝儿从小在乡下长大，没见过那么好看的画笔，一时贪玩就想借来看看。楠楠不给，两个小孩子就拉扯起来了。我怕宝儿没轻没重伤了楠楠，就赶紧跑过去想把他们拉开，结果是我自己没站稳，不小心崴了脚。怪不得楠楠，她还是个孩子啊。你听听娇娇是怎么说话的，自己崴了脚，还在替你那个刁蛮任性的女儿开脱。你再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推卸责任了。画笔买来不就是给人画的吗？宝儿是客人，借给他玩一下能死吗？苏晴，你平时在菜市场沾染的一身斤斤计较的臭毛病，全都交给孩子了是吧？张建国，你有没有良心？楠楠被咬成这样了，你看不见？哎呦，小孩子打闹咬一口怎么了？又没掉块肉。我们娇娇的脚可是肿了，这要是伤了骨头，你赔得起吗你？妈，建国哥，你们别说了。嫂子，我知道你每天在外面摆摊赚钱养家很辛苦，压力大，回到家难免脾气暴躁，也没时间教育楠楠，这不怪你，毕竟你连初中都没上完，有些大道理你也不懂。以后楠楠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帮你教就是了，千万别因为我跟建国哥置气，不然我这就带着宝儿回乡下，绝不留在这里碍你的眼。娇娇，你胡说什么呢？这里是你家，你哪儿也不许去。苏晴，我告诉你，从今天起，楠楠必须让娇娇管教。你看看你把她惯成什么样了，连最基本的礼义廉耻都不懂了。我的女儿凭什么让她管？就凭娇娇比你有教养，比你懂事儿。嫂子，对不起啊，我刚才看你昨天换下来的外套丢在洗衣机上没洗，我想着你那么累，建国哥又说让我多帮你分担点家务，我就顺手放进洗衣机里洗了。我真的不知道你口袋里还放着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太笨了，我怎么什么都做不好。林娇娇，你是不是故意的？我衣服从来都是自己手洗的，谁让你碰我的东西了？干什么？苏晴，你老发什么疯？娇娇好心好意帮你洗衣服，你不领情就算了，还在这大呼小叫，不就是一个破账本吗？能有几个钱？你一天到晚就知道钱，满是恶心透顶。建国哥，你别骂嫂子，真的是我不小心，我只是想帮嫂子，想让她轻松一点，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账本对我有多重要？不就一个账本吗？你再写一份不就行了？好，衣服洗得真干净。表妹，你可真是个好心人啊！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下去了。明天一早，就算砸锅卖铁，我也要去弄清楚这个宝儿到底是谁的种。笑吧，再过几天一切就真相大白了。张建国，希望你真的没骗我。嫂子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吧。晴晴啊，这几天店里忙坏了吧？多喝点排骨汤补补。有什么事儿直说吧。是这样，今天上午我带娇娇和宝儿去医院复查了，医生说宝儿的哮喘是胎里带出来的病根儿，得长期吃进口药，还要经常去医院做理疗。娇娇一个女人家，打车不方便，挤公交又怕孩子交叉感染，所以我跟妈商量了一下，打算买辆车，也不买贵的，10来万的代步车就行。买车？家里哪来的钱买车？咱们家是没现钱，但是你有啊。青青，你娘家不是在城中村还有一套老平房吗？反正那破房子又小又漏雨，租也租不出去，空着也是空着。我今天找中介打听了，就算当个破烂卖，也能卖个20、30万。你把那房子卖了，拿10万出来给建国买辆车，剩下的10几万刚好给宝儿交后期的医药费，顺便也给建国报个封闭式的省考冲刺班，这叫把钱花在刀刃上。那套老房子是我父母车祸去世后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他们现在竟然还想要我父母的房子。那是我爸妈留给我的最后一点东西，我死也不会卖。你这女人怎么这么自私？死人的东西留着有什么用？难道比活人的命还重要吗？娇娇和宝儿现在遇到了困难，我们作为亲人伸把手怎么了？
你非要把钱看得比亲情、比人命还重吗？建国哥，你别逼嫂子了，都怪我没本事，拖累了你们。那房子是嫂子娘家的，嫂子舍不得也是人之常情。大不了以后宝儿犯病了，我背着她跑去医院就是了。哪怕我跑断了腿，也不能让嫂子为难啊！你听听娇娇多懂事儿，你个没良心的毒妇，你守着个破房子下崽儿啊！我告诉你苏青，今天这房子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来做主。房子是我的名字，房产证被我锁在银行保险柜里了，明天再说吧。算你识相，明天你带上身份证，我联系中介。喂，是苏女士吗？是我。您的家籍 DNA 亲子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结论很明确，支持样本 A 与样本 B 之间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亲属关系概率大于99.99%。您看是现在过来拿纸质报告，还是我们给您发电子版？发电子版吧，我要留着当证据。谁的电话打这么半天？进货渠道的老板催昨天欠的那2500块钱尾款。一天到晚就知道欠钱，开个破店连几千块钱都拿不出来，真是丢人现眼。行了，别在这哭穷了。刚才说的事儿你想清楚没有？那破房子留着也是生煤，早点卖了。娇娇和宝儿的难处解决了，我以后开车去单位上班也体面。你作为大嫂，难道连这点大局观都没有？建国，你说的对，那套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不如卖了，给家里换辆车。哎呦，我就说青青是个识大体的嘛，这就对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早把房子卖了，你也不用天天在菜市场抠搜那几块钱了。你能想通最好。那明天上午你别去摆摊了，带上房产证跟我去一趟中介所，赶紧把挂牌手续办了。嫂子，你真好。宝儿，快谢谢你大伯母，大伯母要卖大房子给你治病了。别说了，不是真心的谢谢我宁可不要。苏青，你什么态度？我累了，明天上午我去银行取房产证。楠楠，走，跟妈妈睡觉。老城区城中村拆迁。按照上面的赔偿标准，这种有独立院落的老平房，不仅1平米按18000的高价现金补偿，还额外提供拆1还2的安置房政策。难怪张建国和王翠花今天突然像疯了一样逼我卖房，甚至连中介都打听好了。不对，如果张建国知道这房子要拆迁，马上要赔几百万和2套房，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淡定。赵哥，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我想问下，那套平房是不是真的要拆了？居委会的通告贴出来了吗？千真万确，下午刚贴的红头文件，不过贴在居委会最里面的公告栏，外头街面上还没大肆宣扬。你那个考公的老公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肯定还不知道这事儿。怎么，他们打房子的主意了？赵哥，帮我个忙，明天上午给我找个嘴严的兄弟，假扮成中介来看房，我要给他们演一出好戏。好的，没事儿。青青，快来吃早饭，吃完咱们好去银行拿房产证。我昨天连夜在网上联系了一个中介，人家说今天上午就能上门看房。
哎呦，我们老张家终于要买4个轮子的小轿车了，宝儿以后去医院再也不用吹冷风喽。建国哥，你昨晚联系中介辛苦了，喝口水润润嗓子。嫂子能想通，真是太好了。不用去银行了，房产证我一直带在身上，中介也不用你找了。我昨天托老妹儿眼联系了一个人，马上就到。你找的中介靠谱吗？别被人骗了。你好，我是万家房产的王经理，是苏女士叫我来看房的吧？王经理是吧？来抽根烟，我们那套老房子在城中村，地段好着呢。你看这……哎，打住！这位先生，你们那套房子，刚才来的路上我已经去实地看过了，地段好，也就是临着个臭水沟，墙皮都掉光了，房顶还漏水，这也就是买块地皮。怎么说话呢？那好歹是带院子的平房，怎么也值个30万吧？我后面还有好几个客户等着看房呢，咱们速战速决。30万，老太太，您怎么不去抢啊？不瞒你们说，之前是有人传言那片要拆迁，所以房价炒高了一点。但我昨晚刚拿到的内部消息，市建委出文件了，那片城中村保留原貌，不做拆迁，地铁规划也绕道了，以后那就是个历史遗留的贫民窟。真不拆了？骗你干嘛？这文件你自个儿看。现在那片房子的价格是一天掉一个价，没人愿意接盘。我看苏女士是熟人介绍的，我最多出这个数，15万。要是行，今天就能签个意向合同；不行，我立马走人。15万，太少了，太少了，连买辆好点的车都不够啊！行了妈，15万就15万。苏青，去拿笔签字。建国，15万太少了，而且这笔钱买完车，楠楠下半年的学费怎么办？楠楠还在上幼儿园，能要几个钱？大不了别上那种双语的，去公立的。签意向合同可以，但我丑话说在前面，这房产证上写的是苏女士一个人的名字，按照法律，这是婚前财产。为了防止以后有纠纷，这15万的卖房款，我必须打到苏女士个人的银行卡里。不行，这钱不能打给他。怎么？你们不是两口子吗？我们是两口子，但这个家的钱都是我说了算。她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女人，拿着10几万块钱，要是被人骗了怎么办？必须打到我的卡里。打到你卡里也行，那你得让苏女士当着我的面签一份婚前财产自愿赠与协议，白纸黑字写清楚，这15万是她自愿无偿赠与你的，放弃所有追讨权利，不然我这中介可不敢担这个风险。张建国，这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命根子，你要拿去卖我不拦着，可你现在竟然要我签赠与协议，你是1分钱都不想给我留吗？苏青，你少在这儿给我装可怜。你嫁进我们张家，你的人都是我的，你的房子算什么？我告诉你，今天这赠与协议，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签我们就立马离婚。你休想从我张建国手里带走1分钱，楠楠我也不会给你，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去睡大街吧。建国哥，你别发火呀，嫂子肯定会签的。嫂子啊，你就签了吧，建国哥也是为了这个家好，你把钱攥在手里，不就是防着建国哥吗？听到没有？连娇娇都比你懂事，快签！丧门星。张建国，我是万万没想到，这么多年的夫妻，你为了霸占我的婚前财产，竟然用离婚和女儿来威胁我。你们强加在我身上的痛苦，我迟早会一笔一笔的讨回来。好，我签。王经理，这赠与协议需要公证吗？当然，最好是本人去银行或者公证处走个流程。而且这房子还需要去房管局查档，解除以前的旧契税。建国，我今天实在不舒服，而且房屋局周末不上班，要不明天周一，我拿着证件亲自去房屋局和公证处把手续办全了，直接把钱转给你，行吗？行吧，那就宽限你1天。王经理，那咱们明天直接在房管局见。没问题，准备好过户材料，明天一手交协议，一手打钱。太好了，15万虽然少点，
但买辆10万的车，我这身份也算配得上了。娇娇，明天拿了钱，哥先带你去买2条金项链，宝儿的药也全换最贵的。建国哥，你对我真好。先让你们暂且高兴一会儿，我一定会让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既然你们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苏青，还愣着干什么？今天可是咱们家天大的好日子，去海鲜市场买只帝王蟹，再弄2斤基围虾和活鲍鱼。建国马上要省考了，又解决了一桩心事，今天必须好好补补。妈，我卡里真没钱了，连买菜的钱都是早上赵哥借的。你少给我装穷，明天10几万就到账了，你今天就是刷信用卡借网贷，也得把这顿庆功宴给我弄像样了，别拿你那副穷酸样来扫老子的兴。就是嫂子，建国哥以后可是要当领导的人，你连一顿海鲜都舍不得让他吃，以后怎么带得出去呀？好，我去买。楠楠，怎么回事？你们凭什么把楠楠的床扔出去？嚷嚷什么？要死啊你！那些破铜烂铁放在家里占地方，我全给扔了。明天咱家就有10几万了，宝儿也需要个宽敞的地方玩，难道还让那个破床碍眼吗？那楠楠睡哪儿？睡地板啊！现在的天这么热，睡地板接地气。再说娇娇说了，小孩子睡硬板地对脊椎好，我们这可是为了楠楠好。先让你们暂且高兴一会儿，我一定会让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既然你们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苏青，还愣着干什么？今天可是咱们家天大的好日子，去海鲜市场买只帝王蟹，再弄2斤基围虾和活鲍鱼。建国马上要省考了，又解决了一桩心事，今天必须好好补补。妈，我卡里真没钱了，连买菜的钱都是早上赵哥借的。你少给我装穷，明天10几万就到账了，你今天就是刷信用卡借网贷，也得把这顿庆功宴给我弄像样了，别拿你那副穷酸样来扫老子的兴。就是嫂子，建国哥以后可是要当领导的人，你连一顿海鲜都舍不得让他吃，以后怎么带得出去呀？好，我去买。楠楠，怎么回事？谁把你的东西扔出来的？是奶奶和表姑。奶奶说家里要买大汽车了，要有钱了，这些破烂配不上他们。表姑说宝儿需要一个大的游乐区，就把我的床扔出来了。妈妈，楠楠今晚睡哪里呢？你们凭什么把楠楠的床扔出去？嚷嚷什么？要死啊你！那些破铜烂铁放在家里占地方，我全给扔了。明天咱家就有10几万了，宝儿也需要个宽敞的地方玩，难道还让那个破床碍眼吗？那楠楠睡哪儿？睡地板啊！现在的天这么热，睡地板接地气。再说娇娇说了，小孩子睡硬板地对脊椎好，我们这可是为了楠楠好。放屁！既然睡地板对脊椎好，你怎么不让你的宝儿去睡楼道？苏青，你再敢骂宝儿一句试试？你是不是忘了明天你要干什么？老子警告你，在这个家里我说的话就是圣旨。明天把协议签了，你乖乖做你的保姆。你要是再敢作妖，今天晚上你就带着你那个赔钱货一起滚去楼道里睡。建国哥，别打嫂子，万一打坏了，明天去公证处人家不给办手续怎么办？为了那10几万，咱们就忍忍他吧。算你走运，赶紧滚去做饭。螃蟹要是蒸老了，老子拿你试问。
抛弃亲生女儿，强占空间，为了钱妻子。张建国，你每多做一次妖，法庭上的呈堂证供就多一份。我等着看你后悔的样子。厨房里还有个汤没看好，你去看着，别杵在这碍眼。娇娇，等明天钱一到账，哥就带你去提那辆10万的本田，到时候哥开着车带你去兜风。建国哥真厉害，可是建国哥，人家不要坐副驾驶，副驾驶那是嫂子的位置，人家不敢逾越的。他配坐我的副驾驶，他只配在后备箱里闻汽油。等我考上，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给休了。哎呦，瞎说什么大实话！娇娇啊，明天拿到钱，我带你去商场挑个大金镯子。你给我们老张家生了，你带宝儿这么辛苦，这是你应得的。吃吧，多吃点儿，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日子了。青青，一会儿王经理来了，你少说话，跟着我的眼神走。等拿了钱，我先给你买条新裙子，这2天你也受委屈了。久等了2位。苏女士、张先生，我后面还有好几个客户等着看房呢，咱们速战速决，先把这个赠与协议签了，按个手印，然后咱们去窗口排队过户，15万马上打到张先生卡里。只要苏青在这个名字一签，那15万就彻底成了我的个人财产。有了这笔钱，10万块钱的代步车，老家亲戚羡慕的目光全都有了。青青，签吧，你放心，这钱虽然在我卡里，但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统筹规划。以后我考上公务员，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建国，你老婆娘家那套老破小是不是在西区城中村？你发财了？什么意思啊？刚出的红头文件内参，西区城中村全部划入 CBD 核心拆迁区，1平米赔18000现金，外加拆1还2的安置房。你那院子加起来快100平了吧？200万现金加2套房啊，兄弟，苟富贵勿相忘啊！200万，2套房。苏女士，快签啊，别磨蹭了，15万呢！15万！如果现在让苏青签了字，把房子以15万的价格卖给这个黑心中介，那损失的可是整整200万。退一万步说，如果现在不卖，这房子依然是苏青的婚前财产。一旦拆迁款下来，200万现金和2套房，在法律上全都归苏青一个人所有，我连个钢镚都分不到。而且这段时间自己一家对他这么差，一旦他知道自己成了100万富婆，绝对会跟我离婚。不能签，绝对不能签！我必须在他知道拆迁消息之前，把他的心挽回来，把我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哎，这建国，你干什么？张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耍我玩呢？王经理，对不住了，这房子我们不卖了。看来他也知道200万的事儿了。我倒要看看，在200万的诱惑下，这个渣男能演出一场多么精彩的戏。青青，对不起，我昨天真的是鬼迷心窍了。刚才你拿笔的那一瞬间，看着你发抖的手，我的心像被刀扎一样痛。那套老房子是你爸妈留给你的唯一念想，里面有你们一家人的回忆。我张建国算个什么男人？我居然为了10几万块钱，为了去顾全什么所谓的亲戚情分，去逼着我最爱的老婆卖掉父母的遗物。建国，你真的这么想？当然是真的，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我张建国堂堂一个大学生，有手有脚，难道还养不起你和楠楠吗？娇娇和宝儿的事情我会另外想办法，大不了我去借钱去贷款，但这房子绝对不能卖。行，算你们狠，以后你们求着我卖我都不要，神经病。青青，走，咱们回家。这几天是我不好，妈和娇娇那边我回去好好说说他们。以后在这个家里，谁也不能再让你受委屈。张建国，你的演技真好，看来你也知道了拆迁的事。可如果不是昨天亲耳听到你跟林娇娇在厨房里的那些算计，
如果不是我已经拿到了那份99.99%的亲子鉴定报告，如果不是我比你更早看到了那份红头文件，我可能真的会像过去5年一样，再一次被你这副深情的皮囊骗得团团转。你想玩深情是吗？你想为了200万跟我伏低做小是吗？好啊，那就看看，在这场关于200万的猫鼠游戏里，到底谁是猫，谁是老鼠。青青，平时店里忙，咱们好久没在外面吃饭了。前面有家西餐厅，中午咱们去浪漫一下。建国，还是回家吃吧。妈和娇娇还在家里等着拿钱买车呢，咱们就这么空着手回去，他们肯定要生气的。别怕，有我在，这个家我说了算，谁也不能给你脸色看。建国，怎么样？15万到账了吧？快！你李叔他们家儿子在 4S 店，我都联系好了，下午咱们就去提车。建国哥，看房看累了吧？拿了钱，下午也带我去逛逛商场嘛。宝儿的衣服都旧了。提什么车，逛什么商场？房子没卖，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卖房子的事儿。没卖，是不是你这个丧门星又反悔了？你个初中都没毕业的贱皮子，敢坏我们老张家的好事儿，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妈，你闹够了没有？一口一个丧门星，青青是你儿媳妇，是我张建国明媒正娶的老婆，她这几年起早贪黑的赚钱养家，你有什么资格骂她？建国哥，你这是怎么了呀？嫂子不想卖就算了，你别跟大妈发火呀。是不是嫂子在地产中心跟你闹脾气了？嫂子，建国哥压力已经很大了，你就不能体谅体谅他吗？你闭嘴！林娇娇，我警告你，在这个家里，青青才是女主人。那套房子是青青父母留给她的命根子，是她唯一的念想。我张建国堂堂一个大男人，我连老婆的嫁妆都要逼着卖掉，去给亲戚买车治病，那我还是个人吗？建国哥，你昨天不是这么说的呀？昨天是我脑子进水了，是我太顾及所谓的亲戚情分，委屈了我的老婆。青青，刚才在地产中心撕掉合同的那一刻，我就发誓，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了。哪怕我张建国去工地上搬砖，我也要养活你和楠楠。钱真是一个好东西。建国，有你这句话，我受多少委屈都值了。我还以为你为了表妹不要我了。傻瓜，我怎么会不要你？你才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青青，既然咱们不卖房子了，以后就要好好过日子。不过今天中介的话倒是提醒我了，那套房子一直是你的名字，虽然我们是夫妻，但难免会有外人说闲话，觉得咱们俩不是一条心。建国，你的意思是？来了，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青青，我想把我的名字也加到那套老房子的房产证上，这不是为了钱，那破房子根本不值钱。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向你证明，向所有人证明，咱们夫妻俩这辈子都绑在一起，祸福与共。只要加了名字，以后哪怕我发达了，那房子也有你的一半，这就叫夫妻同心。建国，你说的也有道理，夫妻本来就该是一体的。明天你带上身份证，我们去地产中心加名字。好老婆，我保证以后一辈子对你好。张建国，名字我可以去加，但前提是明天地产中心的系统里那套房子还能不能改名可就不一定了。这200万的局，我让你钻得进，出不来。青青，泡泡脚解乏。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说的真没错，看这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什么恩爱小夫妻呢。这盆洗脚水根本就不是端给我的，而是端给那即将到手的100万和半套房的。怎么样，青青水温还合适吗？挺好的，谢谢你建国，辛苦你了，今晚又是刷碗又是洗脚。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谁让你是我媳妇儿吗？要不是为了那100万和房子，谁愿意在这儿伺候你？真是让人恶心，要不是知道你那副嘴脸，按照以前，我还真是会被你这副样子感动呢。建国哥，你是不是真的变心了？你今天为了他那么凶我，还要把名字加在他的房产证上，那我算什么呀？嘘，小祖宗，你小点声，你懂个屁！我那是缓兵之计。你知不知道，今天我在地产中心得到内部消息，他那套破房子要拆迁了，能赔200万和2套房。什么？这是他的婚前财产，如果我现在跟他翻脸，我们1分钱都拿不到。我今天之所以装孙子，就是为了明天去地产中心把我的名字堂堂正正加上去，那200万就变成真正的夫妻共同财产。建
建国哥，原来你都是为了咱们的将来，我就知道建国哥对我最好了。那你可一定要把名字加上呀！放心吧，那个蠢女人已经被我哄得找不着北了。明天一早，生米煮成熟饭。张建国，你这算盘打得真是精明啊！只可惜，明天这锅生米你是注定煮不熟了。青青，东西都带齐了吗？身份证、结婚证、房产证都带了。同志您好，我们要办理夫妻房产加名。这套房子办不了加名，也办不了任何过户和抵押手续。什么？怎么可能办不了？我们是合法夫妻，这是我老婆自愿加我的名字，手续全都齐全，凭什么办不了？那可是我的100万啊！你跟我嚷嚷什么？这是系统里的硬性规定。你们这套房子在西区城中村，昨天下午市建委已经正式下发了红头文件，那一片全部划入 CBD 核心拆迁红线区。按照国家拆迁划定后，该区域内的所有房产立刻进入冻结期，在这个期间严禁任何形式的房屋买卖、赠与、抵押以及产权人变更。想加名字，等下辈子吧。冻结期严禁加名，怎么会有这种规定？我处心积虑演了这么久的好戏，连老娘和娇娇都痛骂了一顿。到头来，系统居然不给我加名，所以那200万依然是苏青独有的婚前财产，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不可能，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真的加不了吗？你看我们这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我都跟你说过加不了，还在这一直问，办不了，赶紧走，不要影响后面的人。天哪，拆迁了！大姐，你没骗我吧？我那套老破小真的要拆迁了，那能赔多少钱啊？建国，你听到了吗？我们的房子要拆迁了，我们发财了！大妹子，你这运气可真绝了，那是核心区，1平米赔18000现金呢，而且还可以选择安置房补偿。你这套带院子的，少说也快100平了，200万打底呀，你可是个名副其实的100万富婆了。100万富婆，200万，建国，老天爷开眼了，你可以安心考公务员了，楠楠也可以上最好的学校了。建国，你怎么了？你不高兴吗？对了，刚才大姐说房子被冻结了，不能加你的名字了，真是太遗憾了。本来还想向你证明我们夫妻同心呢。不过没关系，建国，反正这钱在我的账户里，跟在你的账户里有什么区别？我的就是你的呀。是啊，你的就是我的，不加名字也没关系。走吧，青青，我们回家告诉妈这个好消息。妈和表妹听了肯定高兴坏了。张建国，接下来的日子，我会让你亲眼看着这200万摆在你面前，却永远也摸不到。我会让你为了这笔钱，把你的尊严、你的算计，连同你的那个绿茶小三，一点一点的全部撕碎在我的脚下。妈，表妹天大的喜事儿啊！哎呦，青青回来了，怎么样？名字加上了吗？房管局的大姐说了，咱们家那片划进了核心拆迁区，200万，整整赔200万现金，还有2套大电梯房啊！200万，青青，你没发烧吧？真给200万？千真万确，红头文件都下了，居委会说了，下周拆迁办的工作组就进驻咱们小区。到时候只要我这个房主本人带着身份证去拆迁办签了拆迁补偿协议，那200万现金立刻就能打到我的实名银行卡上。那赶紧让建国把名字加上啊！这钱得打到建国卡里才稳妥啊！妈，今天去加名字的时候，大姐说了，拆迁红线一获定，房子就进入了冻结期，不管是加名字还是过户，统统办不了了。这笔钱只能由我一个人去签字，也只能进我一个人的账户。加不了。妈，你们这叫什么反应？青青的钱就是我的钱，也就是咱们这个家的钱。青青成了100万富婆，下周签了字，咱们全家都跟着享福，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下周签了字。对，建国说的对。哎呦，我的好儿媳啊，我就说你是个有大福气的人。这5年你为了咱们家起早贪黑，这是老天爷开眼给你降下的福报啊！快，坐下歇歇。今天跑房管局累坏了吧？妈这就去给你倒水。妈，我不渴，就是这几年在卤味店天天剁肉，肩膀酸得厉害。今天一激动，感觉更疼了。哎呦，那可得好好揉揉。老婆，力道合适吗？重了轻了你说话。建国，你马上要省考了，手还得拿笔呢，怎么能让你干伺候人的活？表妹啊，你平时在乡下干农活手劲儿大，要不你来帮嫂子捏捏？建国哥，我这2天手腕有点疼。疼什么疼？让你捏你就捏，哪来那么多废话？娇娇，青青是你嫂子，她身体不舒服，你作为弟妹搭把手怎么了？快点！
哎呀，表妹，你没吃饭吗？用点力呀。对，再重点。这几年我伺候妈洗脚，给你洗真丝睡衣，落下的毛病可不少呢。宝儿，建国，这孩子怎么这么野蛮啊？我这要是被气得高血压犯了，下周可怎么去拆迁办签字啊？要是我手倒的签不了那份补偿协议，那200万可就下不来了呀！你个生下来的野孩子，一点规矩都不懂。你大保姆现在是咱们全家的大功臣，你敢砸他，再敢惹你大保姆生气，我就把你送回乡下老家去。行了，别打了，传出去还以为我这个做大嫂的跟一个乡下孩子计较呢。表妹啊，既然你不想回乡下，那就去把阳台上我昨天的脏衣服洗了吧。有些面料不适合机洗，记住要手洗。哦，对了，今晚我和楠楠睡主卧，建国你接着睡沙发吧，省得影响你备考。儿子，他刚刚说的真的，那房子就真的值那么多钱？哪能有假？刚才去房管局人家说的。天哪，儿子，我们要发财了！建国哥，这种日子我们还要过多长时间呀？你看看，刚刚洗衣服洗得我的手都粗糙了。你先坚持坚持，先让他得意几天，等钱一拿到手，我就立马跟他离婚。还先让我得意几天，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我倒要看着这群失血鬼为了那200万，在这场虚幻的美梦里互相厮杀，互相践踏。下周去拆迁办签字的那一天，才是真正好戏开场的时候。老婆，睡醒了？昨晚睡得还习惯吗？主卧的床垫我已经重新换过一套新的床品了。还行吧，就是枕头有点硬，落枕了。妈，快把早饭端出来，青青饿了。青青啊，快来吃！妈特意早起去菜市场给你买的新鲜土猪肉，炒了个肉丝，你尝尝合不胃口？妈，这肉丝怎么切得这么粗，而且油放的也太多了，一股子腥膻味儿。哎呦，不行不行，闻到这油烟味儿我就恶心，心跳又开始加速了。这几天一想到下周要去拆迁办签字，我这心里就紧张的发慌，血压也跟着不稳。哎呦，我的活祖宗哎！你可千万不能生病啊！这破土猪肉太油腻了，配不上我儿媳妇的身份。青青，你想吃什么？妈立刻去给你买。我听说那些有钱人家的太太养身子的时候都吃那个什么极品燕窝，好像能安神定志，对血压也好。要是我每天早上能喝一碗极品血燕，下周去拆迁办签字的时候，精神肯定足足的，绝不会手抖。燕窝？我这2年虽然没上班，但偷偷攒下的私房钱也就给娇娇的2万块，这……建国是不是太贵了？要不还是算了吧。我就知道我就是个天生吃苦的穷命，连想喝口燕窝调理身子都喝不上，万一下周……买，必须买。老婆，你为了这个家操劳了5年，吃点燕窝怎么了？你等着，老公这就去市中心最大的同仁堂给你买最好的极品血燕。苏老板，今天店里要用的2筐生大肠和30斤鸭脖送到了，你看是你自己提下去，还是我给你搬上来？刘哥，麻烦你帮我搬到6楼来吧，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店里暂时不开了。什么味道？这么臭，这还怎么住人啊？表妹，这可是咱们家最赚钱的营生。平时这些猪大肠都是我早上5点起来，一点一点翻过来，用盐和面粉洗得干干净净的。怎么，你嫌臭？嫂子，既然今天不开店，你把这些脏东西弄家里来干嘛呀？谁说我不弄了？虽然店门不开，但这些生鲜如果不赶紧清洗卤出来，明天就全臭了。不过嘛，我今天血压高，实在弯不下腰。表妹，你既然住在这个家里白吃白喝，也该出点力了吧？你让我去洗猪大肠？妈，医生可说了，我这心悸的毛病受不得气。要是有人在这个家里天天白吃白住还气我，那我可真没心思去管什么拆迁的事儿了。哎呦，头又开始晕了。娇娇，你干什么吃的？你嫂子身体不舒服，你还在这磨叽什么？赶紧戴上橡胶手套，去卫生间把这些大肠洗了。记住，里外都要翻过来，用盐搓3遍，洗不干净中午不许吃饭。伯母，我快去，别惹你嫂子生气。你忍忍，为了建国以后能拿到钱，你就是剥层皮也得给我洗。好臭啊！你们等着吧，肉体上的折磨只是开胃菜。张建国，你为了那200万连尊严都不要了，那你私底下肯定还在憋着什么坏水吧？老马，这件事儿你必须帮我办得滴水不漏。他下周3就要去拆迁办签字，字一签，200万最迟下周5就会打进他的私人账户。我查过了，拆迁冻结期不能办理婚内财产转移。我要你帮我起草一份极其隐蔽的资金代管及共同投资授权书，只要协议生效，一旦200万到他的账上，我就可以拿着这份协议和他的银行卡，
在不用他本人在场的情况下，立刻把钱合法的转移到我的私人账户里。老马，只要你帮我把这钱搞到手，这200万里我抽10万给你当辛苦费。建国，既然你开口了，这份协议我保证写的连亲妈都看不出破绽。不过这种授权协议需要他本人的亲笔签字和手印，他那个精明样肯签吗？这2天我已经把他哄得服服帖帖了，他对我深信不疑。等下周3他去拆迁办签字那天，我会准备一瓶好酒，等他喝得半醉，把这份夹在其他废纸里的授权书塞给他，他连看都不会看就会签的。苏青，你个没文化的黄脸婆，你真以为那200万是你的吗？你不过就是个替我领钱的工具人罢了。老婆，极品雪燕买回来了，正宗的大品牌的，1盒4000，我把店里成色最好的全包了。8000块啊，那是我抠抠搜搜偷偷攒了2年的私房钱。付款的时候，感觉我的心都在滴血。只要熬过这几天，200万就是我的，这8000块算什么？哎呦，还真是极品雪燕啊！这得赶紧炖上，给青青补身子。妈，医生说了，这雪燕得用温火慢炖，还得配上老冰糖。火候要是掌握不好，营养可就全流失了。哎，妈懂，妈这就去盯着。奶奶，甜甜的，宝儿也要吃，宝儿要吃。哎呀，建国，我这心口怎么突然这么闷啊？是不是因为早饭没吃好，低血糖犯了？这火祖宗的心脏现在可是跟200万直接挂钩的。啊！妈，你干什么呢？这可是青青的救命药，小孩子吃什么燕窝？还不快把这小兔崽子弄走，别在这碍眼。宝儿乖，奶奶一会儿给你买糖葫芦去。老婆，别理他们，快趁热喝了，补补气血。楠楠，过来。来，楠楠，张嘴，真甜，多吃点，吃了变聪明。8000块的极品雪窝啊，我连闻都没舍得闻一下。苏青居然把它喂给了一个迟早嫁人的赔钱货，这简直比拿刀剜我的肉还要让我心痛。青青，这是给你补身子的，小孩子吃这个容易上火。有吗？我怎么听说燕窝最温补了？怎么，建国，你连楠楠吃几口燕窝都舍不得？刚才在房管局，你不是还说以后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娘俩吗？舍得，当然舍得。楠楠是我的亲生骨肉，吃点燕窝算什么？那就好。嫂子，2大筐大肠我都洗完了。洗完了，我看看。表妹啊，你这洗的不行啊！你看这肠子壁上还有这么多黏膜没刮干净呢，这要是卤出来，客人吃了拉肚子，砸的可是我们家卤味店的招牌。我已经用盐搓了3遍了。苏青，你别欺人太甚！我欺人太甚？建国，这就是你那个好表妹的态度。我好心教她手艺，她居然吼我。算了，我看这个家也是容不下我了。明天的燕窝我也不吃了，下周的字……秋秋，你给我闭嘴！你嫂子教你做事是为了你好，你那是什么态度？没洗干净就重新洗，今天洗不精，你和宝儿谁也别想吃午饭。张建国，你亲手把你最心爱的女人踩在脚下，这种滋味不好受吧？但这还远远不够。老婆，喝点牛奶，安神。谢谢老公。青青，我想好了，下周3等你从拆迁办签完字回来，咱们在家里好好庆祝一下，就咱们2个人过个烛光晚餐。我今天去买燕窝的时候，顺便订了一瓶82年的拉菲。咱们这5年太苦了，那天必须好好喝一杯，不醉不归。烛光晚餐，82年拉菲，不醉不归。一个平时连买瓶啤酒都要算计半天抠门男，突然要下血本买拉菲，还要把我灌醉。苏青，我去市图书馆查阅省考的最后冲刺资料，一会儿就回来。好，去图书馆，只怕是去拿那份能敲骨吸髓的卖身契吧。老婆，今天看书看累了，我先去洗个澡。
我还是一样喜欢你。女方苏青自愿将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理财产品以及即将到账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全权委托男方张建国代为管理和投资。男方有权在不通知女方的情况下，自由支配、转移和使用这笔资金。张建国，你为了榨干我，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我就知道你在拆迁办拿不到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好好的玩一玩。老婆，明天上午9点，咱们准时去拆迁办。我已经联系好了一辆专车，咱们风风光光的去。好。签完字儿，咱们晚上可得好好庆祝一下。那瓶拉菲你买了吗？买好了，正宗的法国货。明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不醉不归，好啊，我看你怎么死。张建国啊，张建国，你还真是迫不及待的给自己挖坟呢。青青啊，这么早你去干嘛呀？去早市买点新鲜水果。苏女士，这份授权书非常棘手，一旦你喝醉了签下它，对方不仅能转移你的拆迁款，甚至还能以你的名义去借贷，这完全是个深渊陷阱。我知道，沈律师，我不要求你帮我防着这份合同，我要求你帮我仿一份合同。仿？对，我要你帮我起草一份离婚财产分割及债务承担自愿协议。第一，张建国承认婚内长期出轨林娇娇，并育有私生子。第二，张建国自愿放弃女儿的抚养权。第三，张建国自愿净身出户，并承担婚姻存续期间的所有家庭债务。第四，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为了弥补女方的精神损失，男方自愿将未来名下的一切收入和资产无条件补偿给女方，作为青春损失费和抚养费。这家人到底做了什么，能让他做到如此地步？这哪里是离婚协议，这简直就是让张建国直接社会性死亡加终生负债的无底洞。苏女士，这样的协议太苛刻了，哪怕到了法院，法官也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酌情调整的。我不管法院怎么判，我要的是他亲笔签下的这个铁证。沈律师，我要你把这份离婚协议排版得跟张建国那份授权书一模一样，字体大小、行间距，甚至连甲乙双方的位置都要分毫不差。最关键的是，协议的最后一页必须只有签字区和手印区，而且排版位置要跟张建国准备的那一页完全重合。高明啊！既然张建国想趁着我喝醉，拿出那份恶毒的授权书让我签最后一页，那我就顺水推舟，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把里面的核心条款页全部换成这份净身出户及负债协议。只要张建国自己在那上面也签了字，那他就等于亲手签下了自己的卖身契。好，我马上让助理去排版打印，用最快的时间做出来。字体排版与原照片相似。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老婆，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证件都带齐了吗？咱们赶紧去拆迁办吧。带齐了。哎呦，我的好儿媳呀、今天你可是咱们老张家的大功臣。嫂子，祝你一切顺利。只要今晚苏青喝醉签了字，明天我才是这个家真正的女主人。放心吧，今天一定是个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一生的好日子。建国，你看看领带都歪了，怎么这么马虎呢？以后可要好好注意啊！谁让我娶了一个这么贤惠能干的妻子呢？没你我可怎么办啊？一会儿签完字儿，咱俩回去好好庆祝庆祝。等拿到钱了，我就带你去买新衣服鞋子，还要带你去旅游。以后想吃多少燕窝，我就给你买多少。好啊，建国，你对我真好，我一定会把字签得漂漂亮亮的。晚上回来陪你好好喝几杯，我什么都听你的。老婆，你真乖。你想让我喝醉签字是吗？没问题。不过那瓶酒里最后倒下的人到底是谁，可就由不得你了。真正的好戏要开始了。你好，我们是6栋3单元1楼带院子户主，我们来签字。苏青是吧？经过最后测量核算，你们那套老平房加上院子面积，总计补偿现金215万。另外，在南区的新楼盘分配2套90平米的电梯安置房。你看一下条款，没问题就在这3处签字按手印。补偿款将在24小时内直接打入你预留的实名建设银行卡中。爸妈，你们留给女儿的房子没了，但女儿保证绝对不会让这些吸血鬼拿走你们的1分钱。恭喜苏女士。好，老婆，你太棒了！215万，还有24小时，只要熬过今晚，这笔巨款就将全部改姓张。这儿，老婆，今晚咱们的烛光晚餐，你就穿这条裙子。5年来，你跟着我受苦了，今晚我要把你当女王一样宠着。谢谢老公，我一定穿。妈和表妹呢？哦，我给了妈200块钱，让她带娇娇和孩子们去外面的宾馆开个钟点房，顺便带他们在外面吃顿好的。支走所有人。今晚是咱们俩的2人世界，我不想让任何人打扰。老婆，你去洗个澡，换上新裙子，我来准备晚餐。张建国，你这是怕你一会儿灌醉我骗我签授权书的时候，那2个蠢货在旁边看直了眼，露出破绽吧？好，那辛苦老公了。老婆，你今天真美。青青，这第1杯酒敬你，感谢你这5年来对这个家的付出。以前是我混蛋，以后我张建国的命就是你的。这么大的杯子，哪怕度数不高，几杯下肚，酒量再好的人也得迷糊。老公，你这么说我都要哭了，干了。刚刚进屋洗澡的时候，幸好我已经提前吃了解酒药。好酒量，老婆，再来。这第2杯敬咱们即将到来的好日子。等钱一到账，我立刻给你买套大别墅。干！老公，我头好晕啊，怎么有3个你？时机到了，老婆，老婆。老婆，青青，你还没醉吧？来，把这份理财协议签了。什么协议啊？不签我要睡觉。哎呀，就是银行要求的一个常规理财文件，直接给咱们算高额利息，1天能好几百块钱呢。1天好几百，那我签。哎呀，哎呦，老公对不起，我手滑了，你能收拾一下吗？我去拿个工具，等你签完字了我收拾，千万别睡着啊。
钱好了。哈哈哈哈哈哈！成了，老子终于成了！苏青啊，苏青，你个蠢货，215万啊！明天这笔钱只要一到账，我立刻就转到我的卡里。至于你，你这5年就像一头老黄牛，现在终于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明天你就带着那个赔钱货，给老子净身出户，滚去睡大街吧！蠢货！张建国，你可能不知道，刚才你亲手签下的，是你这辈子倾家荡产、负债累累、永不翻身的催命符。建国哥，这件真丝睡衣还要不要了？扔了，等老子今天拿到钱，给你买10件香奈儿的。哎呦，这破沙发也赶紧叫收破烂的拉走，看着就沾着一股子穷酸的卤肉味儿。哟，我们的百万富婆醒了！既然醒了，就赶紧去卫生间洗漱一下，别磨蹭了，收拾收拾你的东西，准备滚蛋吧！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钱还没到账呢，你们这就要赶我走？谁是你妈？别叫得这么恶心！苏青，戏演到今天，老子也装够了。你真以为老子这几天给你端茶倒水、伏低做小，是因为爱你，是因为那什么狗屁的夫妻情分？我呸！老子那是为了稳住你，为了让你乖乖去拆迁办签字。建国，你在说什么？你昨晚不是还说你的命都是我的，要给我买大别墅吗？你现在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大别墅，你也配？苏青啊苏青，你可真是个蠢猪！你每天起早贪黑的剁猪肉，把自己熬成个黄脸婆，还真以为能留住男人的心。我告诉你，建国哥早就对我爱得死心塌地了。你不是一直怀疑宝儿是谁的种吗？今天我大发慈悲告诉你，宝儿就是建国哥的亲骨肉，我才是张家名正言顺的女主人。你们就是你个生不出儿子的绝户头，也配霸占我们老张家的家产？娇娇给我们张家留了后，那就是大功臣。你不仅是个不下蛋的母鸡，还是个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文盲，哪点配得上我们建国这个未来的国家公务员？张建国，你就不怕报应吗？那拆迁的215万是打到我的实名卡里的，只要我不给你，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哈哈哈！报应，老子的字典里就没有报应这2个字儿。你以为这钱打到你卡里就是你的了？你回想一下，你昨晚喝醉之后，在这个公文包里签了什么？你让我签的不是银行的理财协议吗？哈哈哈哈！蠢货，那是一份资金贷款及共同投资全权授权书，白纸黑字，还有你的亲笔签名和血红的手印儿。有了这份协议，只要那200多万一到账，我随时可以去银行把你卡里的钱全部合法转移到我的名下，你连个钢镚都别想留下。建国哥，你真厉害，兵不血刃就拿下了200万。到了，钱到了，215万啊！天啊，我们发财了！苏青，钱已经到了，你的利用价值也彻底结束了。现在带着你那个拖油瓶女儿，还有这几袋垃圾，立刻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你要是不滚，我马上报警说你私闯民宅。
张建国，你刚才说这笔钱到了，我就可以滚了是吧？你笑什么？是不是我自己疯了？我笑你们不仅恶毒，而且还蠢得无可救药。张建国，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个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文盲，可你这个自诩高学历，马上就要考公务员的文化人，在签那种能定人生死的协议时，难道就不习惯先看看前面的条款吗？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昨晚那瓶82年的拉菲确实是好酒，好到让你连自己签了什么都不知道。既然你这么宝贝那份授权书，不如现在就拿出来，大声的当着你妈和你最爱的女人的面，把那份协议的第1页好好念一遍。装神弄鬼！老子自己屡试起草的合同，难道老子还不清楚内容吗？第1条，男方张建国承认婚内长期出轨林某某，并育有非婚生子。第2条，男方自愿放弃女儿抚养权。第3条，男方自愿净身出户，承担婚姻存续期间所有家庭债务。第4条，作为青春损失费与精神赔偿，男方自愿将未来名下的一切收入及资产无条件补偿给女方。不可能，这不可能！这是假的，这是你伪造的！老子撕了他！老子撕了他！撕吧，用力点儿。这种纸质合同，沈律师的保险柜里还有整整3份备用原件，而且昨晚你像个孙子一样哄着我签字，然后自己迫不及待按下手印的全过程，我已经用藏在餐巾盒里的微型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建国，怎么了？你撕什么呀？那不是拿200万的授权书吗？净身出户！建国，你把200万全给他了，你疯了吗？我没给他，是他算计我，是这个毒妇算计我。苏青，你动我一下试试。张建国，你现在敢碰我1根指头，我立刻报警验伤。到时候拿着故意伤害的报警回执和这份出轨协议，你猜法院会判你赔我多少钱？你猜你的档案上会不会留下极其精彩的一笔？建国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咱们的10万块代步车呢？我的香奈儿呢？200万，1分都没有了。车包，我买你妈个头！都是你这个扫把星！如果不是你非要来城里，如果不是你天天在老子耳边吹枕头风要钱，老子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滚！带着那个小野种，给老子滚得越远越好！张建国，你竟然打我！你不是说宝儿是你唯一的命根子吗？这个没用的废物，没钱你装什么大款？老娘把清白身子给了你，还给你生了儿子，你现在1分钱捞不到就想赶我走，门儿都没有！你个不要要脸的，敢骂我儿子！要不是你这个狐狸精勾引建国，我们老张家能被苏青算计吗？我打死你个丧门星！行了，别在我这套房子里演武打戏了，脏了我的地。
之前为了给你买那些极品海鲜和你的血族，我刷爆了信用卡，还借了2万块的网贷。根据协议第3条，婚姻存续期间的所有债务由男方独立承担。记得下个月10号之前还款，不然网贷公司的催收电话可是会打到你那些老家亲戚手里的。还有，这套老房子明天正式移交中介卖出去，断水断电，你们还有24个小时的时间把你们的铺盖卷收拾干净，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苏晴，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你就不怕我跟你鱼死网破？鱼死网破，你配吗？忘了告诉你，明天上午我的律师就会拿着这份协议去法院申请强制离婚。顺便，这份带有你承认出轨和私生子的协议复印件会极其精准地出现在省考政审处的举报邮箱里。张建国，你的体制内美梦，你的编制，你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铁饭碗彻底碎了，这就是你处心积虑算计我的下场。不要，晴晴老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妈妈，我们去哪儿呀？走，妈妈带你去住大酒店，然后去买最漂亮的新裙子。从今天起，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行政套房1晚是多少？您好，女士，行政套房1晚是2888元，请问您要预定几天？先订1个星期吧。刷卡。哇，妈妈，好大的窗户，好软的地毯呀！妈妈，这里比我们家香多了，也没有奶奶和表姑骂人，奶奶好喜欢这里。这5年来，我像个陀螺一样在油烟和案板之间连轴转，省吃俭用，尽心尽力照顾他们一家人，连件超过100块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只为了供那个白眼狼读书考公。如今，我终于可以挺直腰杆，把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捧到女儿面前了。楠楠喜欢，我们以后就天天住大房子。苏女士，你的雷厉风行真是让我刮目相看。这是向法院提交的强制离婚诉讼书和财产保全申请，有了张建国亲笔签名的净身出户协议，以及你提供的录音和录像作为铁证，这场官司我们赢定了。法院会最快速度立案，最迟下周就会下达传票。辛苦沈律师了。另外一件事呢？放心，那份极其精彩的举报材料包含了亲子鉴定报告的复印件、出轨录音以及他企图侵占你婚前财产的恶劣情形。我已经通过加密邮箱分别实名发送到了省考纪检委、政审办公室以及他所报考单位的监督部门。体制内对道德败坏、作风问题是零容忍的。张建国这次可以说是把自己的政治生涯直接送上了断头台。明天工作日一上班，这份举报信就会出现在相关领导的桌子上。很好，我要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爬到最高处，然后被一脚踹下深渊。不仅是个扫把星，还是个无底洞。要不是你，老子怎么会被苏晴算计的净身出户？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林娇娇是什么人？
想当初我为了钱委身给张建国当小三，图的就是他未来的编制和他嘴里那200万的拆迁款。现在好了，张建国不仅1分钱没捞到，还背了2万块钱的网贷，成了一条无家可归的丧家之妇。既然这棵树已经枯死了，那我还留在这里受什么气？我的一辈子不能就这样毁了，还是要尽早做打算。张建国，你冲我吼什么？你以为老娘愿意跟着你在这个破烂堆里挨饿受冻吗？你连自己的老婆都搞不定，被人家像耍猴一样骗光了家产，你算什么男人？你说什么？你敢打我？你打啊！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蛋、负债鬼！你信不信我明天就带着宝儿回老家，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你儿子？不能走，我的龟孙不能走！娇娇啊，你不能这么绝情啊！建国马上就要考上公务员了，等他当了官，咱们就有钱了，就能翻身了。当官，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大妈，你还不知道吧？苏青那个贱人临走前可是说了，要把建国哥出轨和私生子的事情捅到政审处去。他现在档案上全是黑历史，还考公务员，他下辈子连个扫大街都考不上。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老张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这日子没法过了！不，我不能就这么认输，我还有机会。只要政审处还没有看到那份举报材料，只要我能把苏青找回来，只要我跪下来求他，他肯定会回心转意的。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拉黑了，苏青已经把我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了，这下彻底完了。李哥，我明天回城里，没地方住了。你上次说的那套公寓还空着吗？人家好想你哦。你快醒醒啊！娇娇这个小贱人跑了，她把宝儿带走了，连我藏在枕头底下准备留着养老的那对金耳环，还有你放在抽屉里的几千块现金，全被她偷走了啊！她这是要咱们的命啊！林娇娇，你干什么去了？张建国，既然你现在连个公务员都考不上，还背了一身债，那咱们就到此为止吧。宝儿跟着你只会饿死，我带她去找能养得起她的人了。别来找我，你也找不到。祝你早日还清网贷，穷光蛋。没了，全没了。哎呀，我的老天爷呀！老张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大孙子没了，当官的美梦也碎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张建国，开门！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别在里面装死。谁呀？张建国是吧？苏青女士之前在我们平台借的2万块急用金，加上你之前借给林娇娇买包的网贷，连本带利一共5万。根据你们签的离婚债务承担协议，这笔钱现在全记在你头上。今天不把钱拿出来，我们哥几个就在你这普通2居室里住下了。我没钱，我真的1分钱都没有了。没钱？没钱好办啊，兄弟们！这屋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还有那个真皮沙发，通通给我搬走抵债。剩下的不够，就拿红油漆在他们门上写下欠债还钱，让他在这小区里彻底出名。哎呦，不行啊，这是我们老张家的东西啊！我堂堂一个大学生，为了贪图200万算尽心机，万没想到结果却落得个身败名裂、净身出户、债台高筑、妻离子散的下场。老天爷啊，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苏女士，
这套位于18层的大平层，面积145平，南北通透。最重要的是，它对口的是咱们市最好的实验小学新校区。全款的话，可以给您申请到最低的9折优惠，总价180万。不用看了，就这套吧，全款刷卡。今天能办过户吗？当然能，苏女士您稍等，我马上给您走 VIP 加急通道。5年的噩梦终于彻底结束了。那些曾经趴在我身上吸血的蛆虫，现在被我亲手扫进了地狱，而属于我和楠楠的璀璨人生才刚刚拉开帷幕。离婚了，钱在卡里，女儿在身边，现在的我简直就是人生赢家。是时候把我这5年在逼仄厨房里熬出来的手艺变成真正的真金白银了。如今的苏青早已脱胎换骨。哎呦，苏女士是吧？这铺子可是咱们商业街的铺王，上下2层加起来200多平。前一个老板出国急转，转让费加上第1年的租金，一口价120万，而且房东说了必须全款，不接受分期。苏女士，这可不是在菜市场摆摊儿，您要是资金不宽裕，我带您去后街看看几10平的小店。苏记御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120万，价格算公道。叫房东带着产权证过来吧。合同没问题的话，现在就刷卡。不过我有个条件，今天下午5点前，钥匙必须交到我手里。哎呦，苏总，苏总真是爽快人。您稍等，我马上给房东打电话，10分钟，保证10分钟人就到。张建国，你他妈敢跟老子玩失踪？5万块钱的网贷，利滚利现在已经7万了。你那套破房子里的破烂连个零头都不够。今天要是再见不到钱，老子就剁你2根手指头去黑市上卖。大哥饶命啊！我真的没钱了，我老婆卷着拆迁款跟我离婚了，我妈也中风瘫痪在医院里等钱救命，我真的被榨干了。老子管你老婆跟谁跑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给你最后3天时间，3天后，要么拿7万块钱来平账，要么老子废了你。哼！7万块，我现在连7块钱都拿不出来，去哪儿弄7万块？等一下，苏青，他能把卤味店做起来，靠的不是那个破店面，是他自己研制的独家卤水秘方。隔壁街的大饭店老板曾经开价10万块想买他的配方，只要我拿到那个秘方，我就能翻身，就能拥有一切。秘方，对，他的秘方。他那本记着香料配比的旧笔记本，我知道藏在哪儿。只要拿到配方卖给大饭店，我就能还清网贷，还能剩下几万块钱翻本。苏青，你以为你赢定了吗？你休想一个人过好日子。你的配方就是我张建国东山再起的本钱。秘方，配方呢？死哪儿去了？找到了，就是这个，老子找到了！张建国，当你像条狗一样翻到这一页的时候，是不是以为自己要发财了？苏青，你这个贱人，毒妇你不能好死啊！
饶命！再给我2天时间，就2天。建国哥，你冲谁喊大哥呢？林娇娇，你个不要脸的，你还敢回来？你偷了我妈的养老金，偷了老子的现金，你把老子害得这么惨，你把钱还给我，把我的大儿子宝儿还给我！张建国，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现在这副鬼样子，还敢跟老娘动手？宝儿，你还好意思跟我要儿子？老娘跟了你3年，什么名分都没有，天天在乡下东躲西藏。现在倒好，你连个能遮风挡雨的狗窝都没有了，还想让老娘和儿子跟着你一起当叫花子，被吹收打死吗？那你还回来干什么？来看我的笑话吗？我回来是来救你的命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崔烧的死期就在这几天了吧？没那7万块，你这条命就得留在这儿。我今天在金鼎商业街看到苏青那个黄脸婆了。她去那儿干嘛？干嘛？人家可威风了，她穿得像个大老板，开着崭新的白色。今天下午当着好几个人的面，大手一挥，全款120万，直接把商业街的那个2层铺王给盘下来了。120万，全款。建国哥，你甘心吗？你在这儿等死，你妈在医院等死，那个女人却在过神仙日子。你想怎么样？我连秘方都没拿到，我根本进不了她的身。没秘方怕什么？她现在盘下了这么大的店，最怕的是什么？是名声，是麻烦。她现在有钱了，又有名誉，我们可以去她的新店开业典礼上闹。你现在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明天你带上医院里那个瘫痪的老太婆，再去雇几个老家不务正业的亲戚，咱们就躺在她新店的大门口拉横幅泼大粪，咱们就说她苏青婚内出轨，卷走全家的拆迁款，抛弃重病瘫痪的婆婆，逼得丈夫舆论只要一闹大，她那个120万的店就1天也别想开张。为了息事宁人，为了保住她的店，她别说7万，就是再多钱也得乖乖吐出来给咱们平账。好办法，林娇娇，只要这次能从那个贱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拿到的钱咱们对半分。喂。恶毒苏青卷钱跑路，欺负婆婆，带走女儿。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大哥大姐呀，你们可要为我评评理呀！这家店的老板娘苏青，就是个蛇蝎心肠的毒妇。她不仅婚内出轨，还转移了我们老张家200多万的拆迁款。现在她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在这里开豪店，吃香喝辣，还把我那中风偏瘫的老母亲赶出家门，让我们流落街头等死啊！这么穿得人模狗样的，居然干出这种丧欠天良的事儿，连瘫痪的婆婆都扔，这店里的东西谁敢吃啊？心都是黑的。哼，张建国，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你这么有演戏的天赋呢？你不去当影帝真是可惜了。你今天不拿50万出来给我妈治病平账，老子就砸了你这家黑店，让你开业变西业！打人了，黑心老板打人了！放开他！张建国，我等了你半个月，你终于还是把这条命送上门来了。各位顾客，各位路过的朋友，今天是我苏青开业的大喜日子，既然有人想给大家表演一出大戏，那我就免费请大家看个过瘾。看清楚了，地上这个像疯狗一样咬人的男人，才是那个婚内长期出轨，并在外面包养小三生下私生子的人渣
屏幕上那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净身出户协议是他亲笔签下的。至于拆迁款，那是我苏青父母留下的婚前财产，跟他张建国没有半毛钱关系。渣男，净身出户居然还有脸来要钱，还要50万，这他妈是敲诈吧？我去，原来是这男的自己出柜还想要钱。你胡说，这是你伪造的。是不是伪造的？你留着跟警察说去吧。张建国，你刚才当着上百人的面带人扰乱我店面经营，还张口索要50万，这是极其典型的聚众寻衅滋事加敲诈勒索罪。50万的金额足够你在里面踩10年以上的缝纫机了。谁在这里聚众闹事？是他。门口的监控和街坊们的手机都拍得清清楚楚。他开口要我50万。不，我没有，这是家务事儿啊，她是我前妻。家务事儿，带着横幅和泔水来堵门要50万。站住！那个戴口罩的女人，她是同伙。放开我！我只是路过的，我不认识他。不是我，是他这个小三儿怂恿我来敲诈的，主意都是他出的，要坐牢大家一起坐。一点小插曲让大家见笑了。为了补偿大家，今天苏记御品全场5折，所有进店顾客免费品尝招牌卤味。我是冤枉的，是那个小三出的主意。我本来没想去闹事的，是他说苏青现在有钱了，只要去店门口闹一闹，拉个横幅就能弄到50万。我是被他蛊惑的。张建国，你当监控录像和几百个目击群众是瞎的吗？横幅是你拉的，泔水是你泼的，不给50万就砸店这句话是你亲口喊出来的。你现在跟我扯是被蛊惑的，我给你普个法，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你们开口索要50万，已经构成了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加上你们聚众寻衅滋事，严重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秩序，数罪并罚，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10年以上？我立功！我要检举那个林娇娇不仅是主谋，她之前还偷了我前妻的钱，还骗了网贷，她是个诈骗犯！你们就判她，给我宽大处理吧！我不认罪，我什么都没干，我只是路过的。横幅是张建国写的，人是他带来的，我只是远远的看着别人要找我。林娇娇，别演了。作为敲诈勒索案的主犯之一，外加多项经济诈骗罪名，你的刑期绝对不会比张建国短。全完了。李主任，这个3床的病人怎么处理？家属涉嫌敲诈勒索被抓了，现在不仅医药费欠了几万，连个送饭倒屎尿的人都没有。还能怎么办？按无主病人处理，走绿色通道，转到走廊最该角的普通床位去。我王翠花怎么落得如此境地？如果当初我对苏青好一点，没有纵容儿子出轨，把苏青逼上绝路，那我现在应该住在200平的大平层里，有贴心的儿媳妇伺候，抱着孙女颐养天年吧。只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苏总，这是咱们第1个月的纯利润，除去人工、水电和材料成本，净利润高达35万。而且现在已经有10几个人打来电话，极其诚恳的想要加盟咱们的品牌。加盟的事儿不急，先把品控稳住。去联系市郊的食品加工厂，我要租一条全自动无菌生产线，把我们的独家卤料做成标准化料包。是，苏总真是有远见。苏总，向您通报一个好消息，张建国和林娇娇的案子，今天上午检方已经正式下达了批捕决定书。由于涉案金额极其巨大，且社会影响恶劣，检方拒绝了他们任何形式的取保候审申请，等待他们的将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知道了，辛苦沈律师。张建国，你心心念念的铁饭碗最终还是端上了，只不过这牢饭
你吃的还好吗？我要见苏晴，我要见苏晴，我要求调解。我们以前是夫妻，这是家庭纠纷啊！别白费力气了。苏女士昨天已经委托律师送来了拒绝调解的声明，因为你们涉案金额极其巨大，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现在已经直接走公诉程序了。你和那个姓林的女人就老老实实里面等着把牢底坐穿吧。我不能在这里边啊！我在这里边，我妈怎么办啊？我妈还在等着我去照顾啊！苏晴，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啊！苏总，这是今天的营业额，又是6万多。告诉后厨的师傅们，这几天辛苦了，这个月所有人奖金翻倍。好的，苏总，我马上通知大家。他妈的，这女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自从她开业这1个星期，咱们大酒店的散客上座率直接掉了1半。赵总，您忘了3年前咱们酒店想推出特色卤菜，您不是让我去城西棚户圈打听过一个推车卖卤味的女人吗？当时您开价10万买她的配方，被她一口回绝了。那个女人就是现在的苏青。是她？没想到3年前那个女人还只是个窝在老婆小里穿着围裙的底层黄脸婆。我本以为10万块钱就能让她感恩戴德的把祖传秘方双手奉上，现在她居然摇身一变，直接把店开到了我的对门，抢起了我的生意。哼，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在我的地盘上还轮不到一个女人来撒野。去，给我查清楚她的货源是哪家屠宰场，既然买不到她的秘方，那就从原料上卡死她。我要让她明天连1根鸭脖都进不到货。是，赵总，我这就去办。爹，咱们连建国哥的电话都打不通，上哪儿找他去啊？你懂个屁！我可听村头老李说了，建国在城里的那套老房子拆迁了，赔了整整200多万呢！200万啊！他张建国可是咱们老张家供出来的大学生，现在他发大财了，这钱怎么也得有咱们家的一份。走，咱们直接去建国老婆开的那个卤味店，听说那娘们现在可有钱了。建国要是不给咱们掏个20、30万买房娶媳妇儿，老子就躺在他们店门口不走了。苏总，不好了！城西屠宰场的王老板刚才打来电话，说他们的机器连夜坏了，今天所有的货都发不出来，而且他还单方面违约，把咱们预交的10万块定金直接退回来了，说以后都不做咱们的生意了。机器坏了，这种鬼话你也信？定金宁可退回也不做我们的生意，这说明有人给了他极其丰厚的封口费，甚至直接买断了他的货源。能在这个片区有这么大能量，而且对我们恨之入骨的，看来是对门的赵老板眼红我们的生意，想从源头上卡死我们的咽喉啊！那可怎么办啊，苏总？咱们店门外现在已经有几10个老主顾在排队了，要是今天拿不出卤味，咱们的招牌可就砸了。慌什么？喂，是省城绿源生态农庄的李总吗？对，我是苏青。上周跟您谈的那个全省独家战略合作协议，我决定今天就签，条件只有一个，2个小时内我要1000斤你们最顶级的黑猪肉和生态散养鸭送到金鼎商业街。这几天生意火爆，我早就想把食材极其彻底的升级换代了。对面的赵老板既然想玩断供的把戏，那就让他好好看看他是怎么极其愚蠢的帮我们完成了高端品质升级的。苏总霸气，我这就去准备接收新货。起开，都瞎了眼吗？挡着老子进自家店了！哎呦喂，强子你快看，这大条灯，这金边柱子，建国这小子算是彻底发大财了啊！服务员，去把你们老板娘苏青给我叫出来，就说他大伯带着他堂弟来城里享福了。2位先生，请问你们有预约吗？预约个屁！这是我侄子张建国的店，老子在这拿钱就跟在自己家拿纸一样随便。苏青，赶紧给老子滚出来！我马上就要娶媳妇了。建国哥拆迁了200万，你赶紧先拿30万出来给我付个首付。 5年前，这父子俩来城里看病，在我那儿白吃白喝了整整1个月。走的时候，不仅顺走了我结婚时买的2瓶好酒，还极其不要脸的骂我是个生不出儿子的赔钱货。现在，居然还有脸跑来要30万！我还当是谁在这儿乱吠，原来是大伯和堂弟呀！青青啊，
你可算出来了！你现在这买卖做的是真大呀！废话，大伯就不多说了。你堂弟在老家看上个姑娘，人家要30万彩礼和城里1套房，你赶紧把建国的卡拿出来，给大伯刷个50万，这事儿就算平了。就是，建国哥发达了，可不能忘了拉扯兄弟一把。找我要钱，你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你什么意思，苏青？你别以为自己当了老板就想翻脸不认人，这店可是我们老张家的产业。老张家的产业，看清楚了，这家店的法人是我苏青，100%独资，跟你们那个宝贝侄儿张建国没有半毛钱关系。你放屁！建国明明拿了200万的拆迁款，钱呢？你们的消息可真灵通，拆迁款是我的婚前财产。至于张建国，他因为婚内出轨、聚众寻衅滋事，外加极其恶劣的敲诈勒索罪，现在已经被关在市看守所里，等着判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了。哦，对了，他不仅1分钱没捞到，还背了几万块钱的网贷。你们想要钱，行啊，现在去市看守所探监，看看他愿不愿意把缝纫机踩通了，给你们挣这30万。什么？建国坐牢了，1分钱都没了？不，我不信，肯定是你把他藏起来了，不想给钱。哎，住手！我没报警抓你们寻衅滋事，已经是看在过去认识一场的份上了。不过，你们既然是来找老张家要钱的，我倒是可以给你们指条明路。张建国虽然进去了，但他妈王翠花还在医院里呢。我听说张建国进去之前，可是偷偷把几10万的私房钱全都塞在王翠花的贴身衣服里了。你们现在去市属第3人民医院，或许还能从那个老太婆手里抠出点油水来。你说的是真的？骗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滚吧，别弄脏了我的地毯。我这俩强子，走，去医院。王翠花那个老抠门肯定有钱，就算是硬抢，今天也得把你娶媳妇的钱抢出来。妈的，城西的屠宰场是干什么吃的？怎么对面的货车换成了省城绿源生态的专车？这女人的手段怎么这么硬？苏青，算你有点本事。既然明面上的断供卡不死你，那咱们就玩点阴的。爹，在那儿呢。是老张家的人，我终于有救了。弟妹呀，建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老家说一声？大伯，别跟他废话了，找钱要紧。没有，这口袋里没有，裤腰带里也没有。苏青那个女人不是说她把几10万私房钱藏在身上了吗？怎么连个钢镚都没有？她嘴里有一颗大金牙，肯定是建国给她镶的，拔下来，这也值个几千块。啊！救命！走，这老太婆是个穷光蛋，咱们赶紧拿着金牙去当铺。报应啊，这都是报应啊！您好，几位，这边请。1份招牌豪华卤味拼盘，再来1碗滚烫的排骨汤。救命！我的肚子好痛！死人了！大家快看啊！这人吃了苏记的卤味，中毒倒地了。黑店啊，他们的东西肯定有问题，是用极其恶心的地沟油和毒香料做的，大家千万别吃了，赶紧要求退钱，要求赔偿。苏青啊，苏青，你个黄毛丫头还想跟我斗？今天这人只要死在你的店里，或者被救护车拉走确诊食物中毒，你这店就得被工商局极其严厉的查封，你名声彻底臭了。老子看你还拿什么开店？
保安，立刻将店门上锁。今天在事情没有查个水落石出之前，谁也不许踏出这个大门半步。苏总，我已经打120和110了，这可怎么办啊？咱们的食材明明是最新鲜的。新鲜的食材当然吃不出病，能吃出病来的，只有他自己带来的佐料。大家都以为我这店里的死角极其隐蔽，对吧？在我盘下这间店铺斥资200万进行装修的时候，我花在安防系统上的钱足足有30万。这盏吊灯里极其隐蔽地安装了4个微型 4K 超高清摄像头，无死角覆盖了全店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掉在地上的一根头发丝也能拍得极其清晰，包括你刚才的一举一动都被完整记录了下来。把他刚才进店后的全景监控全部给我调出来，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镜头。难道真有监控？苏总，监控调出来了。原来是这样，大家看清楚。我操，他自己下毒，这是极其恶劣的栽赃陷害啊！刚才那几个人还在旁边起哄，肯定是一伙的。你们是不是一伙的？按住他！说，是谁派你来我的店里的？我说，别把我送警察局！是对接聚财大酒店的赵金彪赵老板，是他给了我2万块钱的定金，让我极其隐秘的把催吐药下在汤里，然后装作食物中毒砸你的招牌啊！苏老板，我错了，求您饶了我吧！饶了你？那我店的声誉怎么办？把他们交给警察。好。不好意思让大家受惊了，今天店里全部菜品打8折。谁呀？是我，赵老板，别来无恙啊。苏青，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我想要自然会有，既然你已经给了我一份这么棒的见面礼，那我也要回个礼不是？苏老板，大家都是生意人，没必要这么吧。赵老板，既然你极其愚蠢的先开了枪，那这极其残酷的商业游戏可就由不得你喊停了。完了！老板，你拿个钱怎么这么慢？赶紧的，我们还急着买票回老家呢。干什么？你们抓错人了吧？抓错人？市3院刚报的案，你们在病房里对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偏瘫老人实施抢劫，导致受害人口腔大出血，还在抢救，拿着抢来的赃物就赶来销赃。这是我弟妹啊，我们是一家人，拿点东西怎么能算赃呢？是不是偷？留着去法庭上跟法官说吧。对重病患者实施盗窃并致其重伤，情节恶劣，你们父子俩就等着把保底坐穿吧。喂，沈律师。苏青，你听说了吗？张强、张有才为了区一颗金牙，现在去跟张建国在铁窗里一家团聚了。王翠花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因为彻底没有了家属，被医院移交给了社会福利机构，安排在最破旧的病房角落，现在是生不如死，真是恶有恶报啊！只要不妨碍我和楠楠，他们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不过听这个消息还是挺令人激动的。恭喜你！谢谢。什么时候有时间请你吃顿饭？好，等我消息。苏姐，您去接楠楠放学吧，店里有我盯着呢。辛苦了，今晚早点打烊，大家早点回去休息。苏姐再见。妈妈，今天在学校开心吗？
开心。今天美术课我画了我们家的大房子，老师还夸我画得好呢。这是妈妈，这是我，这是我们的家，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走，我们回家。妈妈今晚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5年的隐忍与算计，终于在这平淡而又真实的烟火气中彻底画上了句号。我终于不需要成为什么呼风唤雨的餐饮女王，现在的我有钱有店有家有女儿，这就是我苏青最好最踏实的心声。